岳老板，姑爷归国轮船遭海盗袭击，但我方人手护驾，已经击杀海盗了。姑爷现在安然无恙，今日便可抵达海城。文彦留洋3年，如今学成归国，今后这些都由他来掌管。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春风银行经理聘书已送至萧府，您这3年默默为他构建商业帝国，等他们知道了，定会欣喜若狂。文灿新婚当夜便远赴国外，我的丈夫求报告国，我自不能落在后。他为家国远行，我为他守好一切。将这些先入库吧。这是假的。去死吧！小姐，您没事吧？现在这局势越来越动荡了。当年老爷为救萧元帅命丧战场，夫人临终遗言希望您安稳一生，您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好姑爷就快回来了，您到时候也能有个帮衬。走吧，该回去了。我儿如今刚刚留洋归国，便接到了国际金融支柱春风银行的聘书，真是光耀我大帅府的门楣。刘莹啊，等文操回来了，你们再抓紧要个孩子，为我萧府开枝散叶，喜上加喜。母亲。我儿可算回来了，越发英俊了。这是母亲，刘玲，这是唐婉婉，是我在国外留洋时的同学，更是我的未婚妻。姑爷，您这是要抬姨奶奶吗？什么姨奶奶？婉婉她是新式女子，讲究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所以，夫君是想如何？刘玲，我和你是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婉婉才是和我志趣相投的伴侣。我们如今都是接受过西方思想的新式青年，她才是我心之所向。所以，我不能和你过一辈子没有爱情的婚姻。我要冲破枷锁，我要做民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我要做民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文灿，你在说什么？我说我要离婚。阿莹，离婚不算休妻，这也是为你的名声考虑。为我的名声考虑？按如今新律法，夫妻感情破裂离婚，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你又没什么损失，希望阮小姐可以祝福我和文灿的爱情。你一个人的成全，总好过3个人的痛苦。可至今无人根据这个律法离过婚，外人依旧会在背后戳我们小姐脊梁骨。姑爷，够了！有意义，这是配得上。文灿，刘莹已经没有家里人了，倘若离婚，你让她一介孤女怎么生活？若你真心喜欢唐小姐，实在不行就抬个平妻吧。夫人，主子们说是，你个下人多嘴多舌做什么？刘莹啊，男人3妻4妾很正常，况且文灿即将任职春风银行的经理，唐小姐留洋回来也可成为他的助理。你向来识大体，想必定会同意。我不同意，我和婉婉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我承诺过她。萧文灿，你可还记得当初也对我承诺过？阿莹，能娶到你是我的荣幸，你是我此生唯一的妻，安心等我回来，我定不负你。刘莹，当初娶你时，我还不懂何谓真正的情爱，直到遇到婉远，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我对婉远的爱是纯洁的，是高尚的，绝不容允许掺杂其他。希望你成全。何必将男人的见异思迁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你，总之，我并不爱你。我们的婚姻注定是悲剧，这婚必须离。
我看谁敢离！老夫人，你想离婚，除非我死。祖母，我和婉婉已经在国外订婚，况且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什么？娘，你看这事儿闹的，这怎么就怀上了？所以这婚非离不可。祖母，刘莹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教训这个混账。我们萧家只认你一个少奶奶。祖母，您先别生气，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我去给您拿药，您休息一下。小姐，您这样做真的值得吗？要不是您这3年不惜以自己的血为药引，数年如一日的为老夫人制药，恐怕姑爷回来都见不到老夫人了。您为萧家倾尽所有，可他们现在竟如此待您。好了，祖母的病要紧，她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混账！你们要是离婚，她的嫁妆怎么办？小姐，当初就是他们万贯家财才和他们和亲，虽然后面袁府因救你父亲覆灭，只剩她一介孤女，但当年她的嫁妆都是特意从欧洲购买的，一节火车车厢都拉不完。我不要她的钱，我要追寻的是真正的爱情。糊涂！这些年来，要不是靠她的嫁妆支撑着大帅府，你以为咱们帅府能有如今的繁盛？这怎么可能？我堂堂大帅府哪会需要她一个女子的接济？你可别小看她，她从你阮伯伯手中接过的东省13行，虽然落魄了，但每月都还有300万两白银。300万两白银？况且你父亲这些年在外打仗，早就把大帅府掏空了，这里里外外哪里不需要银子？可是，若你执意离婚，除非你能把她的嫁妆都留下，否则休想！老夫人，就算文灿不离婚，我也愿意跟着文灿，无论什么身份。婉婉，怎么你也……文灿，祖母他们说的对，我们不能自私的只为自己打算，你要多为整个帅府想一想。没事的，没事的。为了你，我和宝宝愿意受委屈。明明就是贪小姐您的嫁妆，真是太不要脸了。看来你们纯洁的爱情也没高尚到哪里去。婉媛，夫君和唐小姐的感情情真意切，看得我都要感动了。刘莹啊，快来！文灿和婉儿都同意不离婚了，天大的喜事儿！祖母、母亲，既然唐小姐这样的新式女子都甘心做姨娘，那我又怎能不识大体呢？什么姨娘？明明是凭……刘莹，你的意思是……我同意夫君娶唐小姐，不如就在5日后完婚吧。届时夫君也要任职春风银行经理。喜上加喜，好，好，好！文灿能娶到刘莹这样的妻子，是我们萧府的福气。男人嘛，就是图个新鲜。我们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就算把人抬进门来，左右也越不过你去。那这婚礼，不如就由刘莹来操办吧。到时候世人也会夸赞我们萧府的当家主母宽容大度。想用我的嫁妆来给你萧府纳妾，萧氏，你们当真打的一手如意好算盘？是啊，刘莹，刚好借这个机会，让文灿看到你的贤良淑德，对你回文转意。贤良淑德。好啊，我定会为夫君风光大办，让整个海城都看看大帅府的辉煌。那就辛苦 Miss 阮了，以后这帅府，我和文灿主外，你主内，定能和谐共处。你们在干什么？唐小姐说她和少爷喜欢法式玫瑰，这牡丹艳丽俗气，让我们全都铲除。你们，她一个小小姨娘，是要掀了这帅府的天吗？唐婉婉人呢？唐小姐约人去喝下午茶了。还有，这是唐小姐最近的消费单子。少爷说，一切跟管家有关的事儿都找您。百货大厦5群400大洋，百乐门跳舞800大洋，养生茶馆大牌欠单2600大洋，你们简直太欺负的人了！不签，谁爱签谁签。阮流莹，我早就警告过你，让你别为难婉婉，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唐小姐这是向夫君告状了。把我刚刚试的都包起来，喏，拿这个上大帅府拿钱就行。不好意思，唐小姐，帅府的人说了，以后您的欠单一律不签。婉婉身份尊贵，不能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已经很委屈她了。况且
要不是他在船上助我击退海盗，救我性命，我早已命丧东海。你何必在这些小事上为难？东海，那明明是我们小姐。婉婉她率性果敢，半分不像你这等小家子气，只会争风吃醋。我争风吃醋？难道不是吗？本以为你真如母亲所说贤淑大度，如今看来，不过是个小肚鸡肠的深宅肚妇。我本也以为你们清高无比，视金钱如粪土，可到头来不还是又当又立吗？你什么意思？唐小姐仅2日的花销就是3800块大洋，相当于大帅府半年的开销。府里可没这么多现银。可我昨天明明看见你房间的那几口大箱子里，足足有数万的银元。怎么，夫君这姨娘都还没娶进门呢，就惦记上我的嫁妆？哼，笑话！我堂堂帅府怎么可能惦记你那点钱？不是最好。你放心，这些账我会付。只不过萧府人口多，花钱的地方也多。我刚回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银，你先垫上。等我出任春风银行的经理后，定会连本带息的还给你，绝不占你丝毫便宜。是吗？我堂堂大帅府，难不成还会欠你钱？既然夫君这么肯定自己会成为春风银行的经理，何不直接去银行贷款？反正以后等出任经理了，肯定能还上。你让我去贷款，这传出去像什么样子？夫君是留洋回来的人，这种方式在国外很常见啊。你哪有妻子让丈夫去贷款的？哪有夫君拿妻子的嫁妆养姨娘的？阮流莹，我奉劝你不要将我们仅剩的那一点点情谊都耗没了。你要是再敢使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别逼我休妻。帅府上下，哪怕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情谊，又怎么会筹谋着吃我阮家绝户？姑爷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简直欺人太甚！不许叫他姑爷，他不是你的姑爷。我和他既无夫妻之实，如今亦无夫妻之情。小景，给我梳妆。小姐，都这个时候了，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见一个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人。小姐，听闻咱们这位新上任的督军杀人如麻，冷血无情，他会帮咱们吗？他会帮我，我需要他的权，而他需要我的钱。督军，萧府大夫人已经在门外等了半个时辰了。不见，当真不见。来的似乎不是您那位姨娘，是您大哥萧文灿的妻子阮流莹。小姐，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督军不会愿意为了我们得罪大帅府的。不行，我今天必须见到他。萧成元，你是海城新任督军。好久不见，嫂嫂。嫂嫂今日来是？实不相瞒，我今日来是有一事相求于督军。哦，有什么是我哥那个留洋大孝辈子都帮不了嫂嫂的？可惜我早已与大帅府一刀两断，大帅府的事我不会插手。嫂嫂请回吧。督军，这是翻译新拟定的关于本月装备的合同，需要您签一下字。潘副官，送客。你这合同不能签。你这合同最关键的地方，他们用打文给你设置了协议。倘若你签了，届时适用西洋法，督军会面临国际官司。我马上去核实。嫂嫂还会德文？略懂。督军，咱们的翻译官被国外间谍买通，大夫人说的没错，那份文件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解决掉。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吗？嫂嫂不会以为仅仅帮我抓到一个内贼，我就会帮你吧？我来求督军办事，自然是带着我的诚意。督军，这是春风银行送来的礼物。嫂嫂竟然和春风银行还有关系，打开看看。这都是最新式的装备。嫂嫂究竟想要做什么？倭国来势汹汹，持续骚扰华北地区，想必很让督军头疼。督军有权势和手段，我有财富和资源，若能合作，我相信会对督军百利而无一害。那嫂嫂，
你要什么？督军为海城权势之巅，手下能人众多。我要司法院第一律师陈恒帮我收集一切有利于我的证据，助我顺利离婚。你要离婚？对，我要和萧文灿离婚。大夫人，那可是大帅府长子啊！所以，我才来找督军助我一臂之力。3日后，萧府婚宴上，我要一分不少的带着我的东西离开。好，我答应你，3日后12点，定会给到嫂嫂想要的一切。3日过后，我也会给到督军想要的一切。萧督军，合作愉快。你做什么？嫂嫂，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帮到督军，不就可以了吗？难不成督军不敢与我合作？我们先告辞了，希望3天后。督军，说话算话。督军，我没听错吧？但大夫人要离婚，她要做民国离婚的第一人，还是个女人。女人怎么了？她可从来都不是甘心困在内宅里任人摆布的金丝雀。有意思。文灿，我看上一个新款洋裙，反正你马上就要入职春风银行当经理了，到时候发薪酬再给补上。我们可不会花那女人1分钱。香水可是时髦的象征，蜜丝软这种封建废物欣赏不了也是正常。没猜错的话，这香水应该是百货大厦最新进的法国茉莉，一瓶就价值2500块大洋。夫君可得悠着点儿，不然又只能去银行接待了。你最近花钱也注意些分寸，婚礼需要耗费一大笔钱。我现在还没有正式任职春风银行，经不起你这样铺张浪费。阮流莹，既然你非要跟我争，就别怪我不给你退路。这喜事哪有办的到处都是白烘烘一片的，多不吉利！也不知道刘莹是怎么安排的。祖母，这是新嫂子要求的。据说这是西洋很流行的结婚仪式，男人穿西装，女人穿洁白婚纱，象征纯洁的爱情。都娶第2个老婆了，有什么纯洁不纯洁的？哼！祖母，母亲，以后你要安心和文灿生活，共同打理好大帅府。是。圆圆姐，你今天可真好看。我那里又买了几套新的襄阳裙，等婚礼结束了，你去挑来。谢谢圆圆姐，不像那个土包头，只会穿那些个老旧的款式，土死。对了，怎么不见密思远？她呀，估计躲在房间里不好意思出来呢。你看在座都是达官显贵，还有留洋新贵，她那样的老古板，出来也只会丢人现眼。那是阮流莹，这是谁家小姐啊？身姿如此错愕，这样的气质丝毫不输新娘呢。阮流莹，你故意的是吗？我警告你，别拿你内宅争宠那一套来对我，我们和你不一样。我故意什么了？好了好了，大喜之日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祖母、母亲，婚礼仪式还要再等一会儿呢，要不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也好。那我让人去备些茶点。蜜丝软，这样的场合是不能喝中式茶的哦，应该喝咖啡或者英式红茶。婉婉姐，你跟她这样的老姑当讲什么？她可不懂这些。Waiter， 我要一个芝士蛋糕，谢谢。好吃。这些都是国外特别流行的食物，祖母你也尝尝，快尝尝嘛！
好了好了，快去把祖母的备用假牙取过来。祖母最疼爱姐姐，线下大家都走不开，不如姐姐去帮祖母拿一下吧。刘莹，你去一下吧。好，我去就回。阮流莹，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那今天我就让你出个够。夫妻对拜鞠躬，向来宾来客鞠躬。不好了，不好了！老夫人的房间传出各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进贼了。你说什么？母亲，您的私库最近可有上锁？没锁。快去！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偷东西敢偷到我大帅府！好大的狗胆！这不像是偷东西啊，怎么倒像是偷情？可刚刚来的不是密斯软吗？难不成这萧少奶奶是不满萧少爷另娶，要送她一顶绿帽子做贺礼？天爷呀！这萧老夫人可是礼佛的人，竟在她房中干这种下作勾当！阮流莹，你给我滚出来！夫君叫我何事？他怎么可能在这儿？还好您提前找人监视着他们，不然还真可能掉进了陷阱。什么刘洋小姐，还不是只会使些下流手段。剩下的你处理好。是小姐，保证到时候让他们眼前一亮，直接亮瞎喽。阮流莹在这儿，那床上的是谁？似乎不止一个人。装神弄鬼，白日宣淫，该死！祖母，这想必是老太太给的实在太多了。老太太，您看我还有机会吗？你们还不快把这些安家东西给我扔出帅府！萧大少爷不愧是留洋的，连老夫人都这么 open。都给我闭嘴！Miss 阮，祖母让你替我和文灿举办婚礼，你就这样报复她？大嫂，原来你是嫉妒婉婉姐。刘莹，你也太不懂事了。唐小姐，你这么说有什么凭证吗？你嫉妒文灿只爱我一个，所以不择手段想破坏我们的婚礼。你简直实在胡闹！大帅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这人是在老夫人房间发现的，关我们小姐什么事？我们小姐可是连门都没进过。我的人，你也配打？你们本就有错在先，这下人还牙尖嘴利顶撞主子，你还要包庇他不成？萧大少前几日还自诩先进青年，高喊人人平等，这会儿又想逞主子的威风了。你，更何况我何错之有？就算是有，那也是欲加之罪，是你们大帅府强加给我的。好，好，好，阮流莹，既然你这么不满，我看等婉婉进府，这府里的中贵你也不必管了。求之不得。若不是我的嫁妆补贴，你大帅府早在3年前就已入不敷出，家徒四壁。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我在家等你3年，等来的却是你带着有孕的留洋女子回来要同我离婚。甚至这场婚礼都要用我的嫁妆来操办，只是借用而已。你萧文灿置我于何地？你们萧家置我于何地？这婚确实要离，但提离婚的是我阮流莹。你到底在发什么疯？我阮流莹今日要和大帅府长子萧文灿离婚。什么？你要离婚？怎么？离婚不正是萧大少所求吗？那也不该是。是不该由我提出是吗？你萧府堂堂海城大帅府，
你萧文灿，留洋新贵，如今被我在世人面前提出离婚，觉得失了体面。知道就好。你们帅府靠着糟糠妻的嫁妆度日，哪里还有体面？也想里面看着光滑亮丽的一家人，怎么恶心？阮流言，我劝你适可而止。最不体面的喝了点羊毛水就高人一等，实际上呢，狼心狗肺，见异思迁。你凭什么认为你还配做我的夫婿？阮流莹，莫要再胡闹！你嫁到大帅府3年了，3年的朝夕相处，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扎心窝子的话呢？是啊，3年的朝夕相处换来的是你们满腔算计。萧老夫人，你们对得起我父亲的临终托孤吗？你什么意思啊？我的父亲是为救大帅而亡，我们阮家是因你萧家人丁凋零。如今我的丈夫背叛于我，我的夫家纵着唐姨娘把脏水全泼在我身上，只为贪图算计我的嫁妆。你们萧家当真是海城表率？刚刚那一出是为了诬陷大少奶奶啊！难怪早早把那些人都拖走了，看来另有隐情。好你个贱妇，竟然偷听我们讲话！闭嘴！今日这婚我要离，我的嫁妆也要全部带走，当着全城显贵的面一并清算干净吧。你是过错方，你不能带走嫁妆。刘莹，若你执意与文灿离婚，祖母便不阻拦你了。但新律有关，你是过错一方，那你只能净身出户。我不认，这可是海城，这里是大帅府，祖母的话堪比王法，你不认也得认。你我自幼相识，你若自请离去，我还能给你留些银两，足够你温饱几年。看来这大帅府是要舍下脸面，强占阮姑娘的嫁妆，那可是整个东省13行的财富，谁能不动心？过错一方应当净身出户，那么净身出户的也该是他萧文灿。你有何证据？证据就在来的路上。还有3分钟，萧成元，别让我失望。12点会让大家亲眼看见你萧府的烟糟事，众人见证，督军亲临。你在说梦话吧？督军在哪儿呢？来人，把这个不知轻重、不知所谓的贱妇拖下去，家法处置！你们想敢？我们有什么不敢的？古往今来，媳妇不听话都得挨教训，打死都活该。不想死，就乖乖离开。我督军府护着的人，你也敢动？督军，您这是做什么？我儿管教自家媳妇儿，难道还有错了？奇怪，这人怎么有种熟悉感？督军，这是我的夫人吧？您管的未必有些宽了吧？萧大少如此怕死，方才对着自己夫人倒是很耀武扬威，是这杜父有错在先，我不过是稍加训诫。是他先破坏我和文灿婚礼的。不过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姨娘，还兴师动众举办什么婚礼？看来这宠妾灭妻是你大帅府一贯的传统。什么姨娘？我可是文妾的平妻。什么平妻？说到底还是妾。话说这萧大少的母亲原本也是姨娘，大帅当初就是宠妾灭妻，竟把嫡子都逼得叛出家门。你们莫要胡说！信不信我家大帅回来崩了你们？阮小姐，你放心与他们谈离婚，我在，没人敢动。难怪你要和文灿离婚，原来是勾搭上了督军这等人物。阮流莹，枉我以为你当真苦苦等了我3年，对你还心存一丝愧疚。你的愧疚，就是带着有孕的外女归家；你的愧疚，就是一家子联合起来毁我声誉吗？你的愧疚，就是贪图我的嫁妆，恨不能敲骨吸髓。你说这么多，不就是因为想带走嫁妆吗？像你这种心机深沉的后宅妇人，终日只会围着男人和钱转，不像我和文灿丝毫不在乎这些身外。不在乎？唐大小姐不在乎，那为何日日出门购物做头发、打牌跳舞，还要找我家小姐签单？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们哪里用你的钱？那明明是文灿去银行借贷的。什么？堂堂大帅府的留洋少爷竟然要去银行借贷？你们懂什么？文灿马上就要上任春风银行的经理了，到时候那就是自家产业。我们都是文化人，这叫资金周转，不叫借。的确，你们萧府惯用的向来不是借，是偷，是抢。阮流灵，督军，您刚至海城，恐怕有些规矩还不懂。我堂堂帅府盘踞海城数10年，也要遵循律法处事。如今督军扰乱我萧府婚宴，毫无根据便要拐外我萧家媳妇儿，怎么？难不成是想在我帅府动武？谁说我要动武？
这不是我海城第一大律师吗？他怎么还用问？司法院隶属督军府，当然是督军派的。督军，文化人能动文，绝不动武。阮小姐，请。我今日和诸位宾客一样，只为替他们离婚之事做个见证。律师，这个贱人竟然敢请律师，下一步岂不是还要登报大肆宣扬？阮流莹，你非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流莹啊，你这样做将大帅府的脸面放在何处？大帅府还有脸面吗？我怎么不知道？阮氏，所以你这些日子面上默不作声，实际早已在筹谋。你好深的心计，难怪文灿不喜爱你。这份喜爱我不屑要，唐小姐想要，我便施舍给你好了。你，陈律师，有劳了，开始吧。这是什么？这3年阮小姐在大帅府的支出，我等这几日都已悉数调查完毕，共计8888万两白银。这么多钱！你们凭什么胡说？凭什么？就凭这些？这大帅府仅1日支出，便抵得上寻常百姓3年的支出啊！这些肯定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加急经过层层审批、公章确定的。你们质疑它的真实性，是要质疑整个司法院吗？还有，这是阮小姐这3年掌管经营一家店铺的记录，你们萧府无一人提供过任何助力。母亲，就他们那个脑子，想帮忙也帮不上啊。所以，阮小姐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她个人的财产都与帅府无关，可悉数带走。你们！祖母，萧母，督军，咱们不进去帮帮大少奶奶吗？大少奶奶，阮小姐，阮小姐，这是她和萧家的事，她会处理好的。要来了！这些事不是只有你会替祖母做。祖母，我来为您。母亲，祖母，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这药就是祖母以前吃的，我什么都没动过。那怎么毫无效果，还严重了？没了药引，当然没效果。什么药引？好啊，我知道了，肯定是你这位好夫人在药里做了什么手脚。他定是为了报复我们，或者想用祖母的身体威胁我们，好让你回心转意。阮流莹，你怎么能这么恶毒？你们胡说八道什么？这3年祖母的药一直都是你在调配，明明身体越来越好，如今一离婚，这药就出事了，你敢说跟你无关？当真如此？的确跟我有关。阮流莹，我警告你，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非你不可。越是有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我越恶心。就是，不就是药吗？我和文灿在国外什么没见过，花点钱不就买来了？别说这药你们买不来，就算你们买得来也没用。这里面难道是下了什么巫蛊之术？是，你竟然如此狠毒，枉我萧府这些年对你如此好，真是狼心狗肺。我看萧老夫人如今十分清醒。陈律师，我可以继续做财产清点吗？陈律师，若是这种害人性命的毒妇都可以分作夫家财产，那岂不令天下人寒心？什么夫家的财产啊？明明那都是我们小姐的。女子以夫为该，她从嫁给我家文灿那刻起，她的一切就当属于文灿，属于大帅府。陈律师，密思阮出多少钱请你当离婚律师？我们帅府出双倍，请你做刑事律师，告他谋害长辈，你们简直就是强盗！婉婉说的对，阮氏，你无德无行，算计夫家在前，谋害长辈在后。像你这样狠毒的媳妇，我帅府定要找司告你。陈律师，你要是不接我们的官司，我们便去举报你与阮流英狼狈为奸，亵渎司法。对，让你掉官帽子！你们厚颜无耻！他谋害长辈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种后果。识相的就快告诉我们药引是什么，然后把嫁妆乖乖留下来，否则你就等着进巡捕房吧。陈律师，新律可有规定，媳妇必须为了长辈付出性命。你们不是想知道药引是什么吗？好，我告诉你们，
是我阮流莹的血。阮流莹，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什么药引要用人的血？你们手里的药，这里面的药材是全是千金难寻的天才地宝，但此药寒凉，所以次次都是我家小姐以她的鲜血中和。什么？我家小姐幼时体弱，老爷因此找遍各处珍稀名药，所以我家小姐的血比这世上任何药材都珍贵。这3年，你竟然一直用自己的血给祖母治病。文灿，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什么以血入药，像他们这种深宅女子惯会唬人。唬人？那唐小姐也割一刀试试。不是说阮流莹的血才行吗？我的血也没用啊。况且依我看，这些定是她为了不被逮捕找的借口。司法院有检验室，将这药拿去一验便知。阿莹，祖母这心口疼得慌，你可还愿意替祖母？萧老夫人，您还是换我阮氏便好。你说我一错成婚3年，尚无所生。萧文灿新婚当日留洋出国3年未归，敢问萧老夫人，我该与谁生子？你说我2错，极度诚信，后宅不宁。那几个狂徒，我已派人送往警署，是谁主使，一审便知。你说我3错，不敬婆母，不尊长辈。我嫁给萧府3年，以我血脉续延祖母性命。敢问各位，我有何处不敬，何处不尊？没想到阮小姐受了这么多委屈，3年以血吊命，当真是我海城第一孝媳。流莹啊，是祖母错了，这些你怎么不早说，害得祖母错怪了你。既然你能为我们萧府做了这样多，那你更不能走了，否则祖母实在于心不忍。这老太太好深的心机，没理可讲，便开始打感情牌了。他们一向如此。我知你心有不平，但这古往今来，哪个男子不是3妻4妾的？你们夫妇一体，你多奉献一些，你丈夫就能少辛苦一些，到头来还不是咱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吗？为何要我多奉献？当然是因为她尊贵。我哥马上就是春风银行的经理了，远远姐这种新式女子都甘愿做低人一等的姨太太，你一介孤女，矫情个什么劲儿？她自轻自钝与我何干？流莹啊，你放心，等今日过后，我们萧府定不会亏待于你。你和文灿也可以抓紧要一个孩子，实在不济，等婉婉产子，也可先养在你这个主母门下。你要我给他们养孩子？流玲啊，俗话说母凭子贵，有了孩子，你这帅府主母位置定不会动摇。萧文灿，你也是这样想的？念在你为萧府做了这么多，只要你莫再生事端，我愿意给你个位置。父亲母亲，你们当年当真看错了人，可是我不愿意。我嫌脏。流莹，你可想好了？即今日起，我阮流莹与大帅府恩断义绝，再无瓜葛。小景，搬东西。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可是堂堂大帅府，你们竟敢公然抢东西！这是我的东西，什么时候我拿回自己的东西也叫抢了？这叫合理合规。大哥，那台唱片机也帮忙搬一下，那可是我们小姐昨天新买的。你怎么这等小家子气？果然是心思狭隘，小肚小肠。就小肚小肠怎么了？这也是用我们小姐钱添置的。阮流莹，一日夫妻百日恩，既然你也想做，为何要将事情闹得如此狠绝？我狠绝。小景，看着账本一样一样拿走，一件都别落下。放心，小姐，剩下这半碗药，老夫人还喝吗？不喝的话，碗我就拿走了。你放肆！给我放下！阮氏，你想和我萧府再无瓜葛？哼，痴人说梦。燕梅，去将大帅书房中银色盒子里的东西取来。哦，对对对，我马上去。祖母，这是什么？这是你父亲当年和阮府签订的婚契书。阮氏，婚契书规定，生生世世阮萧联姻不得背离，你可看好了。这契约书可写了，违约的一方不仅需要净身出户，还要赔偿对方5000万两白银。你若执意离婚，便是你们违约。这明明是我们老爷担心你们背誓，所以那又如何？我们萧府只是纳了姨娘，并不算背誓。你要和文商离婚，那就是你违约在先，阮府亏欠于我们萧府。你们阮氏，这可是你父亲的亲笔字，还有你父亲的信物为证，你不会不认得的。阿爹阿爹，我得了新奇玩意儿，送您。咱们小流莹送的，爹爹定日日带在身上。这怀表为何会在你们那儿？你父亲临死之前手里攥着这块表，嘴里不停念叨着你的名字，说要你嫁入萧府为媳。你要与文善离婚，难道是想忤逆你父亲？陈律师，这印章是有效的吧？阮小姐，这上面的印章是真的。父亲、母亲竟为我考虑至此，可让我困在内宅，与这样的夫婿苟活一生，我情愿一人终老。
所以，你们想如何？当然是你乖乖把嫁妆留下，好好和我儿过日子。绝无可能。事已至此，你别再闹了。以后我和婉婉在外工作，你依旧和往常一样操持家业，不好吗？当然不好。你凭什么认为你们可以雄心走万里，而我困于内宅，为你们铺路？阮氏，若你不愿放弃你现有的一切，你就乖乖做你的大少奶奶，否则如何？否则你就等我儿回来做大帅的姨娘。什么？大帅姨娘？这怎么行？祖母，阮流云怎么可以嫁给父亲？你们简直是疯了！这家子龙潭虎穴，阮小姐当真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喽。阮流莹，我也是在替你着想，你和我继续做夫妻，总好过做父亲的姨太太。阮氏，我劝你谨慎选择，是要安安心心做你的高门阔太，还是要改嫁大帅，做一个身份低微卑贱的姨娘？阮流莹，你无依无靠，更无半分本事，出了这大帅府，什么也不是。况且你今日根本走不出这大帅府。诸位是不是忘了，萧家还有一个儿子？柳姨娘，好久不见。你是程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到底是谁？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柳姨娘认不出我，也认不出这个吗？至于为什么戴着面具，柳姨娘应该也很清楚。你真是程元？他竟然还活着！元儿，既然嫂嫂要改嫁，嫁给我如何？你疯了！嫂嫂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嫂嫂说过，你我若合作，百利而无一害。活着，为何现在才回？3年前你负气离家，后传回死讯，你父亲悲痛欲绝，你真是太不懂事了。可不是吗？我以为柳姨娘会很高兴我死在外面呢。怎么会呢？我虽不是你亲娘，但也算是你母亲，怎么会盼着你死呢？烟杂手段上位的妾室，也配做我母亲？既然回来了，往后就好好听家里的话。你大哥如今都要任职国际第一银行的经理了，你要好好跟他学习，莫再吊儿郎当，没个正形。狗眼看人低的，督军可是从尸山血海里闯出来的，需要这个不忠不扬的孬货来教。萧大少爷那副洋人做派我可学不来，不过嫂嫂我倒是可以代为照顾。萧成元，成元啊，你这一回来就恣意妄为，难道不怕再被赶出萧府吗？柳姨娘说错了，今日不是你们赶我出帅府，而是我们要与帅府分家。什么？阿银可愿与我另立门户，或者我随你回阮家也不错。孽障！你要气死我！萧成元，你一个被逐出萧家的废物，你也配？你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我竟不知道你如此能招蜂引蝶。是我的错，还未问过你的意思，我能否唤你阿银？阿银，你可愿嫁我？萧成元，你如此胡闹，就不怕大帅回来问责吗？怕我到手的媳妇儿飞了。刘盈只问一句，督军是认真的吗？诚心求娶，若有失言，拿命还你。既然家父与萧府定下契约，那我阮家定当遵法遵理。今日我阮流盈与萧府大公子离婚，愿嫁与萧家二少萧成元。什么？阮流盈，你可想好了？他萧成元不过是个早就被逐出萧家一无所有的败类，往后走投无路，别哭着回来求我们。潘副官，劳烦继续搬吧。得嘞，快把属于二少夫人的东西一件不落的搬走。督军说了，一切按章程办，不允许任何人动武。谁要敢仗势欺人，杀无赦。还有那个，全都是我们小姐置办的。
肆！老身就坐在这儿，有本事你把我也搬走！啊！你们放开我！翻了天了！放下放下！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哎呦喂，缺了大德呀！我们少府怎么娶了个你这样的媳妇？走吧，夫人。吾女刘盈今日出嫁，日后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恩爱白首。萧家子，若敢欺负我们阿莹，阿娘便叫你几个哥哥打上门去。父亲，母亲，请原谅女儿的冲动，不是女儿不想过安稳的生活，实在是萧文灿并非良人，背信誓誓，不值得托付终身。但你们放心，女儿今后一定会过得很好。今后我定会带着我阮府重现昔日辉煌。感谢督军今日为我解围，方才委屈督军了，改嫁是权宜之计，督军不必放在心上。阿莹可是要被弑。督军是也想用这个要挟我吗？我知你心中所求，你放心。你要的物资，明日就会送达。阮流莹，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会再有人束缚你。你当真知我所求吗？我所求不过家国安定，能护住你。你没事吧？没事。阿英可要给我绣朵花。你不怕被你那些兵笑话？跟我来。奇怪，桌上的量尺呢？什么？算了，没什么，抬手。啊。把这个拿去处理掉，还有把这上面的尺寸拿去给百货商场的石老板，让他拿最好的布料定制。我马上去。夫人可真是不解风情。新婚夜，你怎可丢下我一人就跑了？
你个贱女人真敢走！文灿，这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阮流仪太过分了！这个贱妇竟然敢真将所有东西带走！罢了，母亲，本就是些身外之物，我和婉婉都有真本事在身，这些东西我和婉婉迟早给您赚回来，是吧，婉婉？是啊。让你受委屈了。没事儿，文灿，这些都是一时的。我不是 Miss 阮那样见识短浅的深宅妇人。等过2日，你上任春风银行的经理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嫁了萧承渊那败家子，我看他那点破嫁妆能撑多久？来人，去把今日剩的席面拿过来。府里已经没有饭菜了。什么？就剩这一个狗都不吃的东西。唉，咱还是先解决眼前温饱吧，饭都吃不饱，谈什么理想？你们别急，我有办法。怎么样，文灿，借到了吗？这已经是我第3次从银行贷款了。圆圆，我总觉得这不是个长久的办法。这不是眼下无计可施吗？大帅府人口众多，仅1日的花销就不是我们线下能承受的。你若不从银行借款，我们如何度日？还不是怪那个贱人！够了，萧淑人，低声些，难道光彩吗？文灿，我这也是为你着想啊。有了这笔钱，咱们才能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见面礼给岳老板。还是你想的周到，婉婉。反正等明日上任了，这些都会一一赚回来。走吧走吧，咱们赶紧去买。像岳老板那样的大人物，一般东西肯定是入不了他的眼的。石老板，我们定制的西服可好啦？好了好了，我这就去给夫人取来。怎么了，小姐？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小姐现在对督军是越来越上心了。要是当初小姐嫁的人是督军就好了。小景，你呀，本来就是啊。这按道理来讲，督军的母亲才是正妻。若不是大帅宠妾灭妻，督军才艺当是帅府嫡子，和您门当户对，青梅竹马，说不定啊，督军早就喜欢您了呢。你要做什么？夫人娶了我，该物尽其用了。小姐，你也喜欢督军吧？否则怎会把你珍藏多年的料子都拿来给他才艺了？你个小鬼灵精的，莫胡说！阮流莹，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有钱就可以来。怎么，3位如今还有闲钱来这儿？Miss 阮，这家百货大楼可是会员制的，不是有钱就能买到东西。就是，老古董一个，简直拉低了这里的层次。你干什么？这是我们小姐先看中的，那又如何？我们也看中这条了，这可是我大哥大嫂送给岳老板的。你笑什么？岳老板知道你们去春风银行贷款给他买礼物，肯定会很感动的。你们这么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该不会还没对文灿死心吧？可惜，跌劣货永远摆不进橱窗，不如 Miss 阮去打折区看看。夫人，这是您要的西服。文灿，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岳老板，像他那样的能人，这肯定合适他。这是我们小姐定制的，进入春风银行了，这等高档货只配岳老板用。你们谭小姐认为自凭什么和我争抢？这货款我已经付过500大洋，让我付1000大洋。婉婉，咱不是刚刚才贷款，怕什么？老板，给我包起来！你们没事，
有人非要当冤大头，咱们何必上赶着呢？只是奉劝萧大少和唐小姐千万不要偷鸡不成蚀把米。Miss 阮，你穿的这么老土，和这怀表可不搭啊！还给我！看着就是个破旧老物件，不如我帮 Miss 阮处理了吧？你敢！还从来没见Miss 阮这么在乎一个东西呢。再说一遍，还给我！哎呀，不好意思啊，Miss 阮，我以为像这样的老古董都非常坚硬呢，没想到和你一样是个纸。我的东西你也敢碰？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阮流莹，你别太过分了。我过分？不过一个老旧怀表而已，坏了就坏了，赔给你就是，何必动手？赔？你们拿什么赔？这个赔给你，行了吧？这可是我们在国外文灿老师送给他的西洋货，就当给阮小姐开开眼，见见世面了。下三料的货色，也配和我父亲的怀表相提并论？你别得寸进尺！这难道是当年西洋拍卖会上那款纯手工打造的18K 黄金机械怀表？没错，这是当年我们小姐送给我们老爷的生辰贺礼，价值2400万美元。什么？2400万美元？你怎么不去抢？石老板，当真？老夫对怀派情有独钟，收藏研究多年，况且当年有幸见过一面，绝对不会认错。这绝对不可能！当年收下此表的收据还在我府中，唐小姐可要看？或者让巡捕房的人一起来看看。刘颖，能不能看在往日的情面上？若是看在往日情面，我何该狮子大开口才对？若萧大少今日拿不出来，那就去巡捕房看唐小姐了。小姐，是。文灿，你快救我！你快救我！我不是故意的。等一下。是我目前可以拿出来的所有东西了，那我会慢慢赔给你。既然赔不出钱，那就将这欠单签了吧。我阮流莹不爱亏欠于他人，同样也不容许他人亏欠于我。好。这下好了，刚从银行贷出来的款，这下全没了。经理还没当上呢。文灿，你以后做事能不能过一下脑子？刘英掌家3年，事事安稳，从不出错。你哥，你凭什么拿我跟他那种只会算计的后宅妇人比啊？阮流颖，你给我等着！等文灿明日上任经理，就会明白，我才是最能与他相配并肩同行之人。这春风银行可真大气啊，人来人往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外国人。那当然了，春风银行可是银行中的银行，是金融中枢，不仅国内权贵想分一杯羹，国外名流亦趋之若鹜。好多人啊，我们去看看吧。怎么是招聘通告？招聘经理？哥，你不是都已经收到聘书了吗？怎么还招经理？肯定是岳老板担心文灿身兼重任太过劳累，所以想再招聘一个副经理辅助文灿。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何时入职？这位小兄弟，我是今天来入职的经理萧文灿。上头说，待会儿岳老板到了，会亲自公布本次录取聘用的人员。什么？岳老板会亲自来到现场？想必是为着萧大少来的吧？哥，你听见了吗？岳老板是为了你亲临现场。文灿学贯中西，又是帅府长公子，岳老板重视他也是应该。据说岳老板是100年难得一见的金融天才，在他面前，我不过初出茅庐。来了！阮流莹，她
是春风银行岳老板！你在说什么梦话呢？我看他是知道文灿今日任职，故意来添乱的吧？哟，这不是我们大帅府的下堂妇吗？还是个不知检点的二家妇，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你们都能来，我为何不能来？Miss 阮，你不会是来找工作的吧？没想到你嫁给二少爷，日子竟过成了这般模样。我早说过萧成元不是良人，你非要执迷不悟。我夫君再不济，也比你这样朝秦暮楚的强。还有，谁说我是来找工作的？不找工作你来干什么？难不成你还是来当老板的？是又如何？简直信口雌黄！赶紧回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你有何资格驱逐我？就凭我哥是春风银行的经理，他这经理未必还做得成。来了来了，业务通告来了！婉婉姐，我们真的进了，你太厉害了！怎么可能？名单是我当初亲自拟定，怎会有唐婉婉、萧舒然的名字？阮远，这招聘名单可是岳老板亲自定的。我不管，你要是加不上我们的名字，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文灿，我就说咱们一定都能进入春风银行吧？是不是比某些只会耍嘴皮子的强多了？你和他比什么？他只是个深宅妇人，见识短浅。阮流莹，你还好意思笑呢？看看这名单，脸疼吗？我不需要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况且这名单怕是问题重重。少给自己找借口了。我们能被录用是因为实力，你聘不上是因为你不配。识相的赶紧滚！这春风银行可不是你这种蠢猪能进的。春风银行招聘严苛至极，没聘上怎成蠢猪了？就是，大家都是求个生计，你们有什么高高在上的？安保，快把这些人赶出去！黄旺，道歉！安保呢？还不快点！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我？我是新上任的经理萧文灿，所有未录用的人统统赶出去。住手！文灿，岳老板果然对你很重视，都派李老先生亲自出来迎你了。李老，还不快把人放了！李老先生，这些人方才在这生事，我这才做主将他们撵出去。瞎了你们的狗眼！阮小姐是岳老板的对客。阮小姐，请跟我来。什么？岳老板怎会邀请他？阮流莹怎么会认识岳老板？岳老板，刚刚那群人如此侮辱您，您为何不表明身份？之前的刺客说出幕后主使了吗？还未。刺客行刺在先，暗箱操作招聘在后，恐怕这幕后黑手早已春风银行里面来了。我打算和这批新员工一起员工身份进入银行。您这是以身入局，太危险了。不入虎穴焉得虎踞，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打我春风银行的主意。那萧大少爷，先给他初级经理的职位吧，将他们几个留在眼皮子底下，才好顺藤摸瓜。是。阮小姐，这是您的办公位置。Miss 阮，你可真有本事啊！为了个职位，什么捷径都敢走，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我可学不来。可不是嘛，没真本事的人，也就只能靠些旁门左道了。没本事的人才只会嚼舌根。你当真如此不顾体面？放手！萧文灿，你凭什么管我？一个靠着妻子的陪嫁度日的负心人罢了，而你，不过是用些不正当手段攀附权贵的人罢了。我怎么了？我问你，1斤棉花和1斤铁哪个重？当然是1斤铁重了。1斤棉花和1斤铁当然是一样重了。想必大家已经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草包。这贱人也太嚣张了！你去给我们泡3杯手磨咖啡来。凭什么？我们虽是同级，但文灿可是你的上级。Miss 阮要因为上班第1天就冒犯领导被开除吗？你耳聋了吗？我要的是手磨咖啡，不是你这个破茶！赶紧去给我们阮流莹，你疯了！春风银行只有茶，没有咖啡。你们不是不喝吗？只好倒了。没有咖啡，那便是外头买。在这里我是上级，我命令你现在把这叠文件捡起来，然后去给我们买咖啡。你也配？在吵什么？李老，阮流莹一直在这里闹事，冒犯上级，欺辱同事，扰乱工作。我正在教导他。李老，和督军府的合同已经拟好了。阮小姐，此次春风银行和督军府合作的文件已拟定好，一会儿由你代表我们春风银行和督军府。李老，大家都是同时入职，凭什么这第1笔订单要交给他？此订单金额颇高，只有阮小姐有这个能力。我没听错吧？他有什么能力？耍那些上不得台面手段的能力吗？李老三思啊，他胸无点墨，这里所有人都比他合适。夏虫不可语冰。
阮小姐，交给你了。你不要以为跟督军系有些交情就能拿下订单，督军心系天下，可不会像岳老板一样任你攀附。督军，您这修表的闲情雅致，可比和春风银行谈生意有趣多了。文件我拟好了。督军，要不让我来吧？是，夫人的东西我哪里配碰？您慢慢修，慢慢修。督军，车已备好，春风银行那边在等您了。我看还是我来负责这个项目吧。唐小姐，你刚入职，接这样的项目不合适。如果连我们这样留洋回来的高知人员都做不好，那像阮小姐这样愚昧无知的后宅妇人如何做的？您执意要将这项目交给她，莫不是又暗中交易了些什么？这项目如果我做不了，就没有人做的。阮流莹，这次和督军府合作关系着几十万兵士的存亡，不是儿戏，把它还给婉婉。哥，你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赶紧抢啊！没伤着哪里？看来督军与阮小姐当真关系匪浅。不过你夫君萧二少知道吗？阮流莹，你如今竟这般不知廉耻，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你满口污言秽语，肆意诋毁，和是非不分的渔夫又有何区别？你该打！走吧，去谈合同。等等，督军，这合作关系的可不仅仅是督军府，还有天下生民呢。你在威胁我？我只是就事论事，在座的哪个不比他一介后宅夫人要强？督军选他也太不公平了。是啊。督军若想服众，就让阮小姐和我比一场，看看她有没有真本事。你想比什么？既然咱们现在都在银行共事，那这首要的自然是比算力。题目便是本次督军府所需贷款的数额。阮小姐和唐小姐同时开始计算，谁先算出并且正确，则胜。不过是些算术罢了。你要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话多。此物名为计算机。可在极短的时间内算出最为精准的数字。督军，夫人就算再厉害，也比不过这些洋玩意儿吧？那你就好好看看我督军府的夫人如何将这些崇洋媚外的东西打个落花流水。果然是旧时代的遗毒，现在都是新时代了，谁还用这种老古董？真是愚昧的女子。你要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话多。此物名为计算机。可在极短的时间内算出最为精准的数字。督军，夫人就算再厉害，也比不过这些洋玩意儿吧？那你就好好看看我督军府的夫人如何将这些崇洋媚外的东西打个落花流水。果然是旧时代的遗毒，现在都是新时代了，谁还用这种老古董？真是愚昧的女人。这怎么可能？不仅答案完全正确，时间上更是提前了半个时辰。这不可能！一把破算盘怎么可能赢过我的计算器？阮流莹，你又使了些什么花招？不是我耍花招，而是你们忘了，算盘不仅可以计算加减乘除，还能开出多次方，甚至解决更复杂的运算问题。你们凭什么认为他会输？是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又哪里比不过那些个洋玩意儿？我知道了，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你们早就私下勾结，告诉了他答案。唐小姐，你慎言！我说错了吗？你们见过谁能这么快算出这些账目的？人的算力不可能比得过计算机。阮流莹，我早说过会替你求情，你还使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卑鄙的人眼里看什么都是卑鄙的。你不行，不代表我不可以。你若不信，可以随意出题，我来算。狂妄！那你说这1、3、7条相合是多少？98400两5分。没错，没错，丝毫没错，就是98400两5分。不对，不能按照账目单上的算，万一他提前背过呢？是啊，哥，你赶紧另外出题。你别按这上面算，若商行收粮的价是卖出价的30%，那百姓有3担米，
能换多少油？这还用算？约莫也就能换这1杯。没错，只能换1杯。等等，不对，这账目有问题。看吧，他自己承认了账目单有问题，刚刚的比试不算，该走的是阮流莹。今年边北地区应当是提前降雪了，棉花价格会翻番，目前的款额根本不够购买足额冬装。阮小姐，你作假就算了，现在还要找理由诱导督军增加贷款。阮流莹，我刚刚还真是高看了你。怎么样？还需要加多少款额？至少得再加2成。冬衣迫在眉睫，按你说的来。督军，你还真的信他胡扯？提前降雪，他难道是神仙不成？雪，快看，竟然真下起了雪！海城位于边北南端，已3年未曾下雪。今日下雪，那边北地区肯定半月前便已进入寒冬。这消息连报纸上都未写，你是如何得知的？不然你以为好端端的米面油粮，为何会突然涨价？没想到阮小姐不仅智商卓著，心思也如此细腻。谁还对比试结果有意见？那便按规矩办事吧。该走的走，阮小姐，你去商议合同。他怎会懂得如此多？这还是我认识的阮流莹吗？唐小姐，按照赌约，你可以走了。至于你们俩，停职考察2周，以儆效尤。那岂不是没有工资？我哥可是岳老板钦定的经理，就不能通融一下吗？好了，走吧。既然输了，那便愿赌服输。督军府的车怎的还在？冷吗？你怎么还没走？接夫人回家。那是阮流莹和督军。天哪，督军这么丑，他是怎么下得去嘴的？阮流莹，你疯了！那可是督军。督军又如何？光天化日之下，竟如此不知检点。没想到 Miss 阮外表保守，内里如此浪荡。短短几天，督军、岳老板、萧二少都成了他的裙下。够了！你为了那个贱人凶我？哥，你不会是在吃醋吧？好啊，我说你为何如此生气？原来是对他余情未了。可惜啊，人家现在有正头夫君的，你连生气的资格都没有。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萧文灿，好马不吃回头草，你想回头也得问人家还要不要你。陶婉月，萧文灿，你竟敢这样对我！哎呀，嫂子，你当心孩子！萧文灿，给我回来，否则我弄掉这个孩子！萧文灿，阿莹，你是我此生唯一的妻，安心等我回来，我定不负你。我等你回来。难道我真的选错了吗？小姐，下雪了，好美。是啊，很美。不过，希望它早些停吧。比起赏雪，那些兵士更需要的是活下去。小景，阿莹，谢谢你。要不是夫人冰雪聪明，我那些兄弟可怎么办？督军谢人，可要拿出诚意才好。你先闭上眼睛。你修好了。夫人莫急，还有，这材质是弹片。这是我第一次中弹时留下的弹片，我将它做成了一个铃铛。以后只要这个铃铛响起，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萧成元，你为何待我如此好？当然是因为你值得。放心，我又不会伤害你。我先给你简单止血。来，我替你戴上。一铃响，万愁消，不好的都过去了。希望以后我们阿莹无病无灾无忧无虑。谢谢你，阿远。这铃铛一步一响，一步一响，督军真是浪漫又温柔。最好我家小姐和公爷恩恩爱爱，那家子狼心狗肺，霉运连连。来信了，来信了，大帅来信了。
毛毛躁躁像什么样子？既是家书，等文算来了再拆。是母亲。哎呦，你们可算回来了！大帅寄来了书信，肯定是打了胜仗，快回府了。什么？父亲要回来了？你们怎么垂头丧气的？大帅打了胜仗，你们也任职了春风银行，当真是双喜临门。对呀，等大帅回府，凭着军功，整个海城都会称颂我们。届时，春风银行必当求着我们回去。什么求你们回去？文灿，你快打开看看。拆吧。父亲出事了！到底怎么回事？父亲在华北战役大败，让我们赶紧准备物资支援。那你们赶快想办法呀！如今你不是春风银行的经理吗？你快提款给你父亲送去。送什么呀？嫂子被开除了，我和哥都停职了，别说父亲，我们全家都要喝西北风了。你们不是第一天入职吗？怎会被停职？还不是婉婉姐非要和阮流英比什么算盘，结果还输了。别说是工资拿不到，之前的贷款也要还不上了。我还倒是双喜临门，没想到是祸不枪行，非要闹离婚，结果娶了这么个不中用的。这海城除了他春风银行，还有扬生银行呢。3日后，斯诺夫先生将亲至海城，只要我能帮扬生拿下这项合作，他们给我50万大洋作为报酬。50万！斯诺夫可是那位海城留洋第一人，据说在海外颇有地位，你能拿下？这有什么难的？斯诺夫可是我和文灿在国外的老师，我已经筹办好招待舞会了，老师定会当场与我签下合同。可这扬生银行背后是外国资本，我们怎能替他们做事？我这也是为了整个帅府，我们是大帅的家人，我们要是过得不好，大帅也没法安心打仗，保护这天下百姓啊。这是我们帅府最后的机会，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唐文文他们昨日离开后，可有什么动静？唐小姐投靠了扬生银行，听说正张罗着举办舞会招待斯诺夫先生呢。这合作他们拿不下，可查到他在我们内部的暗线？还未查清，不过已经按您说的做好部署，继续盯紧，趁着这次连根拔除。是。等一下，李老先生，就是些废纸，我正要去扔掉。拿出来。您看到了吧？真是废纸，都是些写错的单据。我是怕您说我浪费。好了，你下去吧。这人是做什么的？是个保长，叫唐大山。盯住他，顺藤摸瓜。还好我藏了一份，差点就被发现了。计划书被我抢了先手，我看他还怎么跟我斗。3日后，我定要让那贱人跪下求我。乖女儿，等助佐藤先生完成大业，连这春风银行都是咱们唐家的。哥嫂子，到你们跳开场舞了。你这么想看他，那开场舞你们跳好，我倒要看看你这贱人丑态百出的下作。本少的妻子怎可跟他人跳开场舞？夫人可愿与我跳一支舞？怎么可能？我的天，阮流莹怎么可能会跳西洋舞，还跳得这么好？江胜元，你以为你捡到了个什么宝吗？他早就给你戴了1箩筐的绿帽了。就是，他是靠爬床才进了春风银行。春风银行竟然派这种人来斯诺夫先生的欢迎舞会，那不是羞辱斯诺夫先生？斯诺夫先生就要来了，你们趁早滚出去，不要影响我们谈合作。难不成你们1、2、3个草包能谈下合作？实话告诉你们，斯诺夫先生可是我和文灿在国外求学时的老师，如今他能来海城，
看的便是我和文灿的面子。斯诺夫先生到。老师，比特，好久不见，你小子真是慧眼识珠，娶了这么好的一位夫人呐。是你们非要留下来的，那就只能被狠狠打脸喽。是啊，比特，你夫人聪慧博学，管家有度，日后定要更加珍惜。以后你们夫妻二人合力经营着春风银行，定能在这个世道闯出一条光明大路。我与婉婉结婚的事，老师是何时知道的？学生定不负老师教诲。老师，您实在是过誉了。婉婉在国外也只学了些皮毛，日后还得指望老师多多教诲。你是？老师，我是莎莉。好久不见，米娅。好久不见，老师。老师，是斯诺夫老师的学生。我是米娅玉石的启蒙老师。作为米娅的丈夫比特，你不知道吗？你和老师认识，为何从未听你提起？米娅是我最喜欢的学生，若不是她极力引荐，我又怎么可能收你做学生？你为何不告诉我？以前觉得告诉你没必要，现在离婚了，就更没必要告诉你。离婚？老师，前几日我与萧文灿正式离婚了，这位才是我丈夫。勉勉强强，定是你这个畜生东西欺负米娅，从此以后别再叫我老师。老师，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您今天不是来跟我们扬生银行谈合作的吗？你是谁？我是比特的新妻子莎莉。嗯，那连起来不就是沙比吗？而且我为何要跟扬生银行谈合作？因为您是外宾，我们扬生银行是外资银行，更懂您的喜好。这场欢迎舞会就是我特地为您准备的。够了！谁告诉你我是外国人？老师是当年海城留洋第一人，这些年一直在为国内金融发展做贡献。唐小姐，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崇洋媚外。我代表春风银行欢迎您，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岳老板。阮流言竟然是岳老板！文灿，你真的是岳老板？为何你从来没有告诉我？如果不是小姐，你怎么会收到拼硕之？原本等你归国，小姐就要将春风银行交给你。我不知道。你能知道什么？没见过比你更蠢的。我家小姐派人在东海救你，结果你非说是那女人救的，你这个脑子绝对是泡过海水了。海上救我的人是阿维，你不是说是你救的我吗？你都打不过倭国海盗，却相信唐婉苑一个人能击退所有海盗，那你信不信我是你太奶奶？唐婉苑，告诉我实话。是我愚笨，是我眼瞎。你确实眼瞎心盲。唐小姐之所以能恰好救下你，是因为她当时看中了你随身的财物。你胡说什么？我是不是胡说？让她来告诉各位吧。唐小姐，你父亲已经全都招了，包括你们偷窃春风银行计划书的事。我根本不认识他。这不是春风银行的保长吗？唐婉远，你不是说你家是书香世家？你留洋期间他去周游南洋宣传我国文化了吗？文灿，不是的。这是你从小和你父亲一起在渔村生活的照片，还有他助你篡改招聘名单和偷窃计划书的证据，你还要抵赖吗？竟然为了你这样的女人辜负阿莹。唐小姐，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岳老板，你饶了婉婉吧，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婉婉，爸爸对不住你。你闭嘴！我才没有你这种父亲。督军，夫人。潘副官，萧成元，你竟然就是督军！督军的名讳也是你配叫的。难怪你为阿莹出头，找律师帮她离婚。原来你早就打你嫂子的主意，你个畜生！如果不是你爹宠妾灭妻，你一个妾生子，哪配和阮府联姻？是你抢了我们督军的婚约。阿莹，此人是同伙，一并带走。阿姨，文灿，怎么办？你救救我，救救我和宝宝！你骗我！贱人，竟然连孩子你都骗我！那又如何？你已经娶了我，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做夫妻，就算死，我们也要埋在一起。闭嘴！我竟然为了你这样的女人辜负阿莹！
唐婉婉等人对罪行供认不讳，即日将被枪决。萧大帅在弃城而逃后，遭遇倭国人袭击，手里仅有的300士卒随他悉数战死。萧文灿求职无路，现在在街边卖香烟。如今萧安国罪有应得，客死他乡，儿子已经拿回萧府，也找到了相守一生的良人。母亲放心，您在那边别再遇见他了。赶紧走吧！霸占这帅府那么多年，也不怕主母的冤魂找你们索命。阿莹，如今一切安定，你可还有什么愿望？我这人没什么大抱负，只希望山河无恙，烟火如常。真美。